觉醒地级机甲，妹妹觉醒圣级机甲，而我只是个普通人。就在同学都嘲笑我是个废物时，系统降临，恭喜宿主成功绑定系统，觉醒机神体，神级机甲已发放至机甲空间。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与你们相处，换来的却是疏远。不装了，我摊牌了。接着，一台100米高的机甲从天而降，吓得众人直接尿裤。很快，学校的校长以及老师们纷纷赶来，看着我身后那庞大雄伟的巨型机甲，这机甲怕是有地级了吧？校长连忙走到我面前，连连点头赞叹：“同学，赶紧驾驶你的机甲前往机甲检验台吧。”随即，我化作一道光芒，进入到了机甲的体内，直接来到了不远处的机甲检验台上，一道道光芒在机甲上方扫描，随后旁边的大屏幕上便出现了黄级机甲4个大字。我刻意将机甲等级伪装到黄级，因为一旦暴露出来，估计几分钟的时间，全世界的人都将知道自己。之前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记载机甲师的机甲也是可以掠夺的，所以在没有绝对实力面前，真的不能暴露出神级机甲的信息。一旁的校长感叹道：“哎，可惜了，明明感觉比黄级机甲厉害许多。”测试完毕后，我便将机甲收回了机甲空间。林墨同学好样的，你的信息我已经上传上去了，估计马上就有顶级机甲大学的人来找你。拥有黄级机甲便可以直接保送，你倒是要好好选择。果然，不到半个小时，校长便带着我来到一个奢华的大厅，里面坐着3位中年男子。3位中年男子看到我出现后，也是第一时间站了起来，纷纷向我抛出橄榄枝。而我心中早有决定，我选择昆仑机甲大学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姐姐在那。此时，昆仑机甲大学的招生老师对着我热情道：“林同学，欢迎加入昆仑机甲大学，你的信息我已经上传，现在你就是昆仑机甲大学的一名学生了。”接着又拿出一本修炼法给我，此修炼法可以让你修炼到3星机甲师。另外，学校9月1号报道，可不要迟到了。送走几位招生老师后，校长又说道：“既然你已经被保送，之后就可以不用来上课了，好好提升机甲等级和自己的实力。”离开学校后，我回到家中，拿出修炼法开始研究。随即系统声音响起：“恭喜宿主掌握修炼法，并开启灵能自动修炼功能。”我震惊了，不仅瞬间学会，还能自动修炼，真不愧是系统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来到副本门口，在开学前，我想尽可能的提升机甲等级，而副本则是提升等级最快的方式。我选择了新手副本，进去后直接召唤机甲，接着在副本里不停穿梭，那些10几米高的巨兽直接我一脚一个。几个小时过去后，我打开机甲面板查看，等级提升到了7级，还觉醒了一个技能天地斩。随着等级的提高，新手副本所给的经验值越来越少，我索性直接退出，进入了10级巨狼副本。还没走2步，一只几10米之高的巨狼出现在眼前，随即发出了一道凶猛的嘶吼之声，紧接着越来越多的巨狼直接出现。这些巨狼是想要群殴，换作是其他机甲师遇到这样的狼群，自然不敢一个人单打独斗。我嘴角一歪，这样也好，省得我一一去找。天地斩技能发动，下一秒，盘古机甲手持开天斧，直接朝着那具狼群斩了下去。恐怖的威能似乎让周围的空间都变得极度扭曲了起来，几乎只是几秒钟的时间，刚才眼前密密麻麻的巨狼群直接被是碾压式的秒杀掉了，更是让盘古机甲的等级直接突破到了10级。接着系统声音响起：“盘古机甲等级提升到10级，因机甲师等级未突破2星，所以机甲无法再获得经验值。机甲达到10级后，想要继续提升等级，就需要机甲师达到2星机甲师。当机甲达到20级后，还想要继续提升等级的话，就需要达到3星机甲师，以此类推。所以机甲师自身的修炼也是非常重要的。”系统再次提醒道：“目前副本只剩下 BOSS 巨狼王，成功击杀将完成副本首通。”也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声更加恐怖的嘶吼响彻整个副本。很快，一只足足80米之高的巨狼王直接朝着我冲了过来，那无比锋利的巨爪更是散发着锋利的寒光。来得正好，我再次发动天地斩，一道光芒闪过，那巨狼王庞大的身躯直接被斩成了2半。恭喜通关，奖励机甲技能书1本，机甲瞬移。我直接选择学习，接着机甲瞬移发动，顷刻之间，盘古机甲就瞬移到了100米之外的地方。这技能在战斗中能做到出其不意的效果，而且用来逃跑也是很不错的手段。回到家中，父亲直接给了我4000万，这是你姐给你的，拿去请代练，尽快提升机甲等级。老爸，你放心吧，我的机甲已经提升到了10级，接下来只需要提升自己的机甲师等级了。父亲一脸震惊，想当初大女儿的机甲提升到10级，可是足足用了好几天的时间。我回到卧室，感叹自己的姐姐还是个富婆，甩手就是4000万。随即我在网上搜索起提升机甲的方式，想怎么把这4000万最大化利用。最后我选择购买秘境卷轴，毕竟直接购买丹药的话，提升也不是很大，而秘境里有各种奇珍异宝，运气好的话，带来的提升远不是丹药能比的。10级秘境卷轴刚好只需要4000万，我直接在网上下了单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台凡级机甲出现在门外，林墨先生，这是你的快递。我将快递拿进屋，打开后是昨晚买的10级秘境卷轴，我直接使用。下一秒，我直接出现在秘境当中，这里面的巨兽基本都在10级左右，不过放眼望去，倒是没看见任何巨兽的影。正当我感到疑惑时，地面开始涌动，接着一条巨蟒从地下冲了出来，我操控机甲朝着巨蟒脑袋就是一下，轻松将其击杀。接着一枚金能出现在我手中，金能可以提升机甲师灵能值，灵能值突破1000后就是2星机甲师。我直接使用金能，随后打开面板，目前已经800多了。现在看来，或许自己能在秘境里面成功达到2星机甲师。我继续操控盘古机甲，在这秘境里面前进。没用多久时间，似乎自己进入到了巨兽的地盘里面，一只庞大的巨蟒从地底快速的冲了上来，数量足足有几10只，依旧全都是12级的巨蟒。来得正好，2分钟的时间都不到，出现的巨蟒全部被我一击毙命，并获得8枚金能。这4000万买下秘境卷轴，完全是值得的。就算自己没有在这秘境里面找到什么宝物，
光是得到这些精能就已经是非常庞大的收获了。接下来我加快了速度，开始寻找更多巨兽。不知不觉中，秘境的天空暗淡了下来，我便停下休整，等天亮了再行动。目前手中有21枚精能，我将其全部转化，灵能值达到2000多，正式成为2星机甲师。第二天清晨，这秘境再次迎来了白天。机甲师等级提高后，现在击杀巨兽，盘古机甲的经验值也开始提升。突然间，系统提示发现地下入口，接着地面开始崩塌，几秒钟时间，面前就出现一个巨大的天坑，难不成下面才是真正的秘境？想到这儿，我操控盘古机甲跳了下去，随着一声巨响，盘古机甲成功落地，接着一只巨兽朝我冲来。这地下空间简直就是整个秘籍的巨兽老巢，对我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经验场。面对兽群，我不断发动天地斩，几分钟过后，巨兽便被我消灭殆尽，获得精能101枚，机甲等级也提升到了20级，同时觉醒技能主宰领域神级，一旦施展便能让战斗力成倍提升。由于机甲等级已达2星上限，我直接将所有精能转化为灵能值。3星机甲师需5000灵能，而我此时的灵能值已达7000多。恭喜宿主成为3星机甲师，4星机甲师灵能需提升到2万。我感觉就算不去昆仑机甲大学，自己也可以成为最强机甲。不过大学嘛，还是要体验一下，说不定还能找个校花女朋友。突然一阵打斗声打断了我的幻想，难道这秘境里还有其他人？我朝着声音的方向冲了过去，只见一个粉色机甲被一群20级巨兽围攻。奇怪，10级秘境怎么会出现20级的巨兽？眼看粉色机甲快要坚持不住，我正想上前帮忙，粉色机甲内传来一道很好听的声音：别过来，快离开这里，不然你也会被盯上的。他知道自己活不下去了，也不想连累其他人。我心中暗道，人还挺不错，值得一救。随即我直接跳入巨兽群，发动主宰领域，战斗力直接倍增，然后使用天地斩不断挥砍，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，周围几百只巨兽就被解决掉了。看到这一幕，罗月心惊呆了，本以为是个愣头青，结果是个大佬。随着一只巨兽被我解决，罗月心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。他原本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，但现在面前出现了一条活路。在罗月心眼里，此刻的我就像一尊不败战神，短短几分钟时间便将所有巨兽消灭殆尽。就在最后一只巨兽被消灭的时候，一个金闪闪的宝箱凭空出现，我瞬间两眼冒光，嚯，有好东西！我连忙上前打开宝箱，系统声音突然响起：恭喜宿主获得机甲之心，机甲之心能让王级机甲直接升级为黄级机甲。我顿时傻眼了。众所周知，机甲师觉醒的机甲级别是不可变的，一旦这机甲之心其他人知晓，绝对会引来疯抢的，而且这绝对是用钱也购买不来。这次秘境能开出这样逆天的宝物，着实赚大了。虽然暂时用不上，但我的机甲空间可是有着7个位置，万一自己下一台机甲觉醒的是王级，那么这机甲之心就能发挥出大作用来。惊喜之余，我才注意到旁边还有个受伤的美少女。我来到粉色机甲面前，轻声询问道：没事吧？罗月心主动从机甲里面出来：您尊姓大名？救命之恩我必定报答。我连忙摆摆手，举手之劳不必在意。说完便转身离开。我生怕他说出那4个字，毕竟我心里还念着1个月后的大学校花。离开地下空间后，我又开始四处寻找巨兽升级，但比起地下空间的高级巨兽，外面的低级巨兽所给的经验简直微乎其微。看来这个秘境已经不适合自己练级了。我打开机甲面板，机甲等级27级，本想在这里将机甲提升到30级，现在看来是自己想多了。在把所获得的精能全部转化为灵能之后，我便退出了秘境。回到家中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次探索秘境居然花了快1个月时间，距离开学还有9天，这段时间足够通关1次副本。想到这里，我顾不上休息，直接来到副本传送门，选择了20级副本血色世界。随着一道光芒闪烁，整个世界变成血红色。我直接召唤机甲，朝着不远处的森林走去。刚踏入森林，地面便开始抖动，随即一棵长满了血色珠子和触手的大树出现。血色树妖，特殊巨兽，等级20，能力吞噬一切力量。一旦被血色妖术缠绕，自身的所有能量就会瞬间被吸干，必死无疑。不过再强的巨兽，只要等级没超过我，在神级机甲面前也就是个小卡拉米。看着一条条触手向我袭来，我一个机甲瞬移外加天地斩，一道恐怖的光芒爆发，那庞大血色树妖直接被一分为2。由于战斗的动静太大，周围响起一阵凶猛的接着密密麻麻的巨兽向我奔袭而来，我嘴角一歪，主宰领域发动，接着手持巨斧不断 QA， 眼前的数百只巨兽就宛如蝼蚁一般，完全不堪一击。数分钟过后，几百只巨兽便被我全部击杀。虽然经验给的不多，但也获得了10多枚精能，也算收获不小。精能转化完之后，我朝着最后的山谷走去。突然，天空发生裂变，一道巨大的光柱从天上照了下来，接着一声巨吼响彻整个副本。光柱消失之后，一只足足80米高的机甲霸王龙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一个机甲瞬移便来到了那机甲霸王龙的身后。不过那机甲霸王龙反应非常的快速，那只巨大的机械尾巴瞬间宛如一根无比锋利利刃，朝着盘古机甲腹部位置刺了过去。好家伙，这反应速度果然迅速！我再次施展机甲瞬移，脱离了它的攻击范围。接着主宰领域发动，刚才这机甲霸王龙的速度还很快，但现在在我的眼中却变得非常缓慢。在领域的加持下，我一个天地斩直接将机甲霸王龙轰得爆炸开来。随即系统声音响起：恭喜宿主击杀25级机甲霸王龙，获得2枚人参果。人参果服用之后可以增加100年寿命，一人只能服用1枚人参果，2枚，这刚好可以让爸妈服用了。自己爸妈是普通人，能让他们多活100年，那绝对是件大好事。离开副本后，看到有很多机甲师围在副本门口，我不明所以，随便找人问了问，从众人口中得知，现在无论是副本还是秘境都发生了异变，不仅难度提升，而且中途无法退出。据统计，今天光是江陵城就有100位机甲师陨落在副本和秘境中。我回想了一下，好像确实是这样。之前在秘
秘境的时候，那台粉色机甲就是因为无法中途离开导致被困，而怪物等级也确实比之前高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普通人以后进副本之前得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行了。回到家后，我打开系统面板查看，灵能值达到16800，距离4星机甲师越来越近了。在成为4星机甲师的同时，我的第2台机甲也将觉醒。次日清晨，我来到机场，坐上了前往昆仑机甲大学的专属运输机。几小时后，一座座充满赛博朋克气息的高楼出现在我眼前，这就是昆仑城啊。而在不远处有一座昆仑神山，昆仑机甲大学则是位于昆仑神山，距离这座城市也就只有100多公里，并不是很远。由于运输机无法进入昆仑机甲大学，所以只能将他们送到这座昆仑城中。我一下飞机就给姐姐发了信息，很快，一架鎏金战机平稳降落在我的面前。随着舱门打开，一位绝世美女走了出来，周围不少人都看呆了。许久不见，姐姐更加漂亮了，跟个仙女一样。来了，老弟，可想死姐姐了。简单寒暄过后，姐姐带着我来到一座浮空岛，以后你就跟我住一起，这里房间随便选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震惊道：姐，这么一座大的浮空岛，只是你一个人的住所？不错，种子班的学生都有这样的一座岛屿。接着姐姐又拿出一张无限额的饭卡，又因为我没掌握机甲飞行技能，把鎏金战机也给了我。姐，你这样让我感觉我就是个吃软饭的呀？怎么，这软饭你不想吃？吃，我吃。跟着姐姐进入到那栋豪华别墅，客厅里一位女生正在玩着游戏，其容颜丝毫不弱于自己姐姐，身材凹凸有致，堪称完美。听到动静，那女生直接转头看了过来。当看到我的时候，这女生眼神一闪，瞬间站了起来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经过姐姐一番介绍，眼前这个女生叫赵宇，也是种子班的学生。学姐你好，我礼貌地问候了一声。赵宇点了点头。林弟弟，说实话，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嚯，这才刚见面，问这个问题合适吗？见我一脸懵，赵宇接着问道：林弟弟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呢？是我这样的呢，还是你姐姐这样的？这赵宇就像一狐狸精，声音中透着十足的诱惑。姐姐及时救场，老弟你先去挑选房间吧。我猛地点头，迅速离开客厅。再待下去，我感觉自己要被这赵玉吃掉。在我离开之后，姐姐一脸疑惑地看着赵玉，你今天如此的反常，是不是看出什么了？赵玉则是神秘一笑，婉儿，你怕是不知道你弟有多么逆天吧？赵玉有一种特殊的能力，被称之为神眼，能看破一切虚妄。之前你说你弟弟觉醒了黄级机甲，但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，你弟弟的机甲是神级。听到这里，林婉儿愣住了，随后直接将躲在房间的我拉了出来，一脸严肃地问道：老弟，你觉醒的是不是神级机甲？我心中一惊，难道自己暴露了？不可能，神级机甲信息伪装，按理说是无法看出来。一旁的赵玉微微一笑，林弟弟，老实交代吧，你的神级机甲可逃不过我的眼睛。姐姐向我解释了赵玉神眼的能力，我直接暴汗，那在他面前岂不是跟没穿裤衩一样？没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恐怖的能力。既然被看穿，我只能如实说道，不装了，我是神级，我摊牌了。说完我就被二人拉到室外。赵玉着急说道：快，让我们看看神级机甲长啥样。我点了点头，盘古机甲召唤。下一秒，一台100米高的机甲直接出现在我身后。二人突然感觉自己的地级机甲不香了。观摩完毕后，我收回机甲。姐姐一脸严肃，老弟，神级机甲的事情要继续保密，不过可以把等级从黄级修改成地级，这样可以进入种子班，得到的机甲资源会更多。我点了点头，行，我听姐的。修改完等级，姐姐又让我去教务中心报到并重新登记机甲。赵玉主动请缨，我带她去，顺便我们两个还能增进一下感情。林弟弟，你说呢？我正想拒绝，姐姐却同意了下来。行，正好我有点事要处理，我老弟就交给你了。说完便召唤机甲直接离开。姐姐走后，赵玉一脸坏笑，然后把我拉上战机。几分钟后，教务中心的检验台上，盘古机甲重新进行检验。不一会儿，地级机甲4个字出现在显示屏上。一旁的老师连忙祝贺林墨同学，恭喜你成为种子师班的学生。说完，又拿出一枚装有精能的空间戒指，这是种子班学生的特殊待遇。我双手接过，谢谢老师。走出教务中心后，赵玉驾驶战机带着我来到他的浮空岛。我一脸疑惑，不等我发问，赵玉一脸坏笑的说道：你姐有事，估计要几天才能回来。来我这儿，我也可以照顾你，而且是各个方面的哦。好家伙，这话听得我直咽口水。虽然想找一个校花女友，但这赵玉着实把握不住，在他面前一点主动权都没有，估计以后也只有躺下面的份。进入别墅，赵玉给我安排好房间后，微微一笑，我的房间就在隔壁，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。我点了点头，随即连忙关上门，然后反锁，这才坐在床上，将空间戒指里的精能全部转化，灵能值达到了26000多。随即系统声音响起，恭喜宿主成为4星机甲师，神级女娲机甲已发放至机甲空间，等级同步已开启。嚯，居然也是神级，真不愧是系统，而且有了等级同步这个功能，也就不用再单独练级。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机甲等级提升到40级，不过在去副本之前，得先填饱肚子。在我打开门想去找点东西吃时，赵玉从屋内走了出来，似乎是刚洗完澡，此时就穿着一身轻纱，若隐若现的。我直接大饱眼福，学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说完立马转过身，赵玉则是微微一笑，你要对我负责哦。我连忙跑下楼，平复好心情后，在厨房找了一圈，好家伙，居然连1粒米都没有，看来只能去食堂了。这时赵玉换好衣服走了下来，得知我要去食堂，便说道：今天心情好，就亲自陪你去食堂好好吃一顿。来到食堂，点好菜，我直接狼吞虎咽起来。赵玉2只手撑着自己的下巴，一双美眸静静地看着我，我没注意到，而是一心一意的干饭。10几分钟后，我满意的走出食堂，我看向赵玉，学姐，这里有什么适合我现在的副本吗？我想提升一下机甲等级。赵玉眼中光芒一闪，副本组队也算增进感情的好办法，走吧，学姐带你飞。说完也不管我答不答应，强行拉着我来到副本门口，选择了30级副本进入。赵玉妩媚一笑，林弟弟，你就乖乖躺好吧。接着我俩同时召唤，下一秒，2台100米高的机甲出现，赵玉控制机甲率先飞
飞出，速度极快，随手一击，那些35级的巨兽纷纷化为碎片。赵玉是8星机甲师，机甲等级也是80级，对付这些低等级巨兽，简直比切菜还轻松。我在一旁什么都不用做，机甲的经验值却不断增加，让我不禁感叹，被人带飞真爽啊！这副本里面的巨兽起码有上千只，机甲提升到30级应该没有问题。半个小时后，系统声音响起，机甲等级达到30级，盘古机甲觉醒技能天道锁链，女娲机甲觉醒技能空间穿梭，我非常满意，2个技能都是神阶技能。此刻，赵玉已经将普通巨兽消灭殆尽，下一秒，大地传来震动，紧接着，一头100米高的钢甲犀牛朝我们冲来。赵玉操控机甲，抬起一只手臂，接着爆射出了一道紫色的光芒，瞬间的功夫，那钢甲犀牛便暴毙而亡。接着系统声音响起，恭喜完成30级副本首通，获得通关奖励机甲神戒，能够免疫所有精神类的攻击。我丢，没想到40级的巨兽还能爆个神器。这时，赵玉一脸得意的走过来，林弟弟怎么样？躺着舒不舒服？简直不要太舒服，真是辛苦学姐了。返回住所后，我拿着副本爆的一枚精能陷入沉思。副本经过一遍，精能爆率大大降低，1000多头巨兽居然只爆了1枚精能，而且我所掌握的修炼法只能修炼到3星机甲师，所以现在我也无法通过修炼来提升灵能。赵玉见我闷闷不乐，便上前询问，得知原因后说道：“这个你倒不用太着急，正式开课后会有老师教你的。”随即又换了一副面孔，不过我倒是知道一门双修之法，可以让双方更快提升灵能值。林弟弟要不要尝试一下？姐姐我可是很乐意的哦。看着赵玉一下子靠近，闻到他浑身散发出来的那迷人香气，我差点破防，直接冲回房间将门反锁，心中感叹这谁遭得住？时间转瞬，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几天的时间。姐姐林婉儿回来之后，第一时间将我接了回去，同时给了我一本恒星级修炼法。不得不说，姐姐的软饭真香，缺什么有什么。下午2点，我收到通知，让我去种子师班集合。我驾驶战机来到集合点，突然一座巨型机甲降落在我面前，嚯，100级地级机甲。紧接着，一位中年男子从那巨型机甲里面出来，落在了我面前。我叫蒋文烈，以后就是种子师班的班主任。我连忙做了自我介绍，蒋老师您好，学生林默。蒋文烈点点头，再等会儿，人还没到齐。不一会，便有2位长相绝美的女生走了过来。简单的自我介绍过后，得知2位女生，一个叫莫诗婷，另一个叫叶玲，2个都是5星机甲师以及50级圣级机甲。接着，蒋文烈让我们选一个班长出来，2位女生直接指向我。好家伙，商量好的吧？确定班长人选后，蒋文烈将我们带到一个体育场。依他所说，学校有一个修炼秘境，在里面修炼速度翻倍，而种子班新生会有一个名额，同时也要接受全体新生的挑战。若是输了，这名额就是别人的了。此刻，莫诗婷和叶玲因等级太高，无人敢挑战，而我面前的挑战者居然有100多位。好，都拿我当软柿子是吧？我面对100位新生，直接说道：“不要一个一个的，一起上吧！”我的这番话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了，以1敌100，这也太狂妄了吧！那100位想要挑战我的新生们，一个个都愤怒了起来。不就是种子班的学生，不就有一架地级机甲吗？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就连蒋文烈都有些愣住了。林默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认真说道：“老师，我有把握。若是1对1，太浪费时间了。”蒋文烈感叹一声，希望待会儿你不要后悔。高台上的老师们商量了一下，也同意了我的请求。接着，一位老师宣布挑战赛正式开始。随着老师的一声令下，那100名挑战我的新生们都在一瞬间召唤了自己的机甲。好家伙，短几秒钟的时间，足足100架黄级机甲站在场上。我也不甘示弱，盘古机甲召唤。随着盘古机甲出现的一瞬间，一股强大的机甲压迫感席卷全场。下一秒，100位新生操控自己的机甲，手段尽出，纷纷朝着我攻击。我直接一个机甲瞬移消失在原地，接着又出现在一台机甲身后，一拳轰出。随着一声巨响，那台机甲直接消散。操控机甲的那位新生浑身剧痛，瘫倒在地上，彻底失去了战斗的能力。这一下也让其余新生警惕起来，丝毫不敢怠慢。接着，那些近战的机甲纷纷朝着我冲了过去，他们手中的机甲武器更是爆发出了光芒来。拥有远程攻击手段的机甲也是纷纷第一时间向我瞄准，一道道充满威能的攻击直接朝我轰了过来。面对如此密集的攻击，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就在众人以为获胜的时候，尘烟消散，盘古机甲赫然伫立，众人脸色大变。如此恐怖的攻击，居然是毫发无损。此时我也不打算玩下去了，机甲技能天道锁链发动，几乎是眨眼之间，场地上100多台机甲都被这天道锁链束缚，同时机甲的能量不停被锁链吸收。高台上的那些老师也被我施展出来的技能给惊艳到了，学院院长连连赞叹，这位学生很不错呀。一旁的蒋文烈开口道，他是林婉儿的弟弟。听到这里，院长更是一惊，随即点了点头，原来是那丫头的弟弟，难怪呀。战斗还在继续，不过陆续有些机甲无法支撑下去，纷纷消散，那些机甲师也直接狠狠地落在地上，不过都没有生命危险。如果这是真正的生死战斗，他们根本就没有挣扎的机会。短1分钟的时间，场地上就只剩下10架机甲了，能坚持如此之久，已经算是不错了。我提醒道，认输吧，你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我真正的实力还并没有施展出来。随即，最后苦支撑的新生只能选择认输。至此，战斗也算是结束了。这一刻，全场寂静，这结局完全和他们一开始想象中的不一样。原本以为以1敌100，简直是狂妄自大，必输无疑，但没想到我居然以碾压式获得了胜利。莫诗婷感叹一声，看来我们的这位班长很强大呀。一旁的叶玲露出了一副耐人寻味的笑容。是啊，或许过段时间我俩都不是他的对手了。此时挑战赛正式结束，蒋文烈来到我面前赞叹道，干得不错，你现在算是一名惊人了。叶玲竖起大拇指，甜美笑道，不愧是班长。莫诗婷倒是高冷许多，看来让你当班长是正确的。我打了个哈哈，还行吧。挑战赛结束后，便是正式的机甲学习生涯，想到能
能和2大美女一起学习，心里不禁有点小激动。蒋文烈看着3人开口道：“接下来我带你们去选择灵能修炼之法。”莫诗婷说道：“老师，我就不用了，我已经有适合自己的了。”叶灵也连连点头：“老师，我也有了。”蒋文烈又转头看向我缓缓说道：“我也不用了。”蒋文烈不由叹了一口气：“既然如此，那就直接带你们去小秘境吧。”10分钟后，几人进入到小秘境。蒋文烈讲解道：“小秘境只能修炼到6星机甲师，之后就没有效果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就在这里修炼。1个月后，我会带你们进入高级秘境，进行机甲实战。”蒋文烈说完便离开了。随即，我来到了一棵树下盘坐下来，假装开始修炼。毕竟有机神体自动修炼功能，我完全可以啥都不干。看着莫诗婷和叶灵进入修炼状态后，我又选了一个偏僻的地方，直接躺平睡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再次睁眼就看到叶灵躺在自己身上，旁边莫诗婷也在，只不过她还是盘坐在那里，似乎仍然是在修炼的状态之中。我丢，起得太猛了，出现幻觉了。不过真实的触感让我意识到这并不是幻觉。我呼喊一声：“叶灵同学，醒醒！”叶灵听到声音之后，也是缓缓苏醒了过来，不过抱着我的手臂更紧了，似乎不舍得松开。我连忙说道：“叶灵同学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这样我以后还怎么找女朋友啊？”叶灵一脸认真：“那我当你女朋友啊？你就不用找了。”一时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天下怎么可能如此的好事？这叶灵还有莫诗婷绝对是另有图谋。昨天才第一次见面，现在就这么主动，总感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我直接问道：“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2位为什么要主动接近我？”叶灵夸赞道：“当然是班长你很帅了。”我一脸严肃，希望你们实话实说。叶灵见我如此认真，缓缓开口：“因为我们只要待在班长身边修炼，灵能便能快速的提升。我光是抱着班长你睡觉都没有修炼，现在灵能值就提升了几十。”我倒吸一口气，无比的震惊，我还有这功能？我心中连忙跟系统提问，系统声音响起：“这是机神体能力之一，可以让你身边的机甲师修炼变得更快。”得到系统的肯定，我也相信了叶灵的话。看来这2人并不是看上我这个人，而是馋我身体。这机神体确实厉害，不过若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道，估计会对自己下狠手，然后将自己囚禁起来，被用来当做提升灵能值的工具。思考片刻，我对2女认真说道：“以后我可以让你们在我身边修炼，但你们必须替我保密，不能将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。”叶灵连忙点点头，很是高兴。莫诗婷保证道：“放心，我们守口如瓶。”转眼间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莫诗婷和叶灵成功突破，达到了6星机甲师，而我的灵能值也达到了4万多。此时，班主任蒋文烈来到小秘境，拿出3个60级秘境卷轴，接下来的课程就是带你们去秘境历练了。几人使用秘境卷轴，再次睁眼，一片无际的荒漠出现在眼前。接着，远处传来一声咆哮，蒋文烈看向我们：“第一站，你们谁打头阵？”莫诗婷直接走上前：“我来。”随着莫诗婷机甲的出现，刚才那咆哮的巨兽也向我们冲了过来，是一只60级的剑齿虎。见状，莫诗婷操控机甲发动技能，一道无比强大的冰之能量将周围的环境瞬间冰封，那剑齿虎也是直接变成了冰雕。我在一旁感叹：好厉害的机甲技能！蒋文烈解释了起来，这是莫诗婷的机甲领域，可以将周围一切冰封。不过对方毕竟是60级的巨兽，想要彻底冰封很难。话音刚落，一道咔嚓声音响起，剑齿虎直接破冰而出。莫诗婷再次发动机甲技能，她的机甲抬起手臂开始蓄能，随即一炮轰了出去。尘烟消散之后，可以清楚的看到剑齿虎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伤，不过这也激起了他的凶性，直接朝着莫诗婷冲了过去。也就在这一刻，空中叶灵操控机甲一剑斩出，顿时爆发出了一道无比强大的锋刃，那剑齿虎就好像是豆腐一般，直接被那锋刃给斩成了2半。通过刚才的战斗，明显看得出来莫诗婷和叶灵的实战水平非常的高。这一次就算没有蒋文烈在，估计他们2位联手绝对可以在这60级秘境为所欲为。很快我也顺利解决一只巨兽剑齿虎，当然这只剑齿虎是经过了蒋文烈的一番蹂躏，所以我才能轻松击杀。整个战斗过程蒋文烈都看在眼中，刚刚大家表现得不错，接下来你们需要团队合作，除非遇到生命危险，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出手的。说完便带着我们继续前进。不一会儿又发现了3只剑齿虎，随即我和2位女生直接冲出，由于我的机甲等级太低，只能在一旁打辅助。这一战足足用了10多分钟时间，才将那3只剑齿虎给解决掉。蒋文烈来到我们面前，语气非常严肃：“刚才你们的配合简直是一塌糊涂，毫无团队合作，完全是在各打各的。”然后又将我们存在的问题全部说了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又按照蒋文烈的指点开始磨练了起来。随着一只只巨兽的击杀，3人之间的默契也是逐渐提升。之后蒋文烈又将我们带到一处山谷，指着入口说道：“只要进入里面，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巨兽从地底下冒出来，你们谁先进去试一试？”叶灵连忙应道：“我去。”接着便操控机甲直接飞了进去。顷刻之间，整个地面开始翻滚，一只只庞大的巨兽迅速从地底冲了出来。一瞬间的功夫，叶灵就被上百只巨兽包围。见状，我和莫诗婷迅速冲了进去，加入到战斗之中。通过昨天的训练，我与2位女生的配合已经相当默契。整个过程，我负责牵制巨兽，同时打出一些控制，让莫诗婷和叶灵更好的全力爆发。随着源源不断的巨兽涌出，我越打越兴奋。天道锁链天地斩不断发动，这一幕直接把蒋文烈给震惊到了。要知道，机甲技能毫无冷却时间，全世界也只有几位顶级机甲师才能办到。蒋文烈心中感叹一声，看来这小子不简单啊！战斗足足持续了2个小时，见3人机甲等级已达各自上限，蒋文烈操控机甲一拳轰出，几十只巨兽直接被瞬秒，兽群出现缺口。我与2位女生迅速撤出山谷，那些巨兽也纷纷重新回到了地底。蒋文烈祝贺道：“恭喜你们完成本次历练，
接下来你们自行安排吧。我回答道，老师，我想继续在这秘境探索一下。接着，莫诗婷和叶灵也纷纷表示要留下。蒋文烈点了点头，行吧，你们注意安全。说完便使用卷轴离开了秘境。离开山谷之后，叶灵操控机甲飞行在天空，在前面探路，我和莫诗婷紧跟其后。现在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这秘境里面的机缘，击杀巨兽倒是其次。2小时后，前方叶灵的声音传来，班长有发现。我和莫诗婷连忙加快脚步，来到了叶灵所说的地方。面前是一座非常奇特的建筑，看起来有些诡异。我们直接上前，刚进入建筑，眼前光芒一闪，便来到一个奇特的空间。看着眼前的场景，我有点蒙圈。莫诗婷解释道，这是秘境的隐藏空间，通关能得到大量机缘宝物。听完，我高兴道，那我们算是来对地方了。一旁的叶灵叹了口气，这里无法使用卷轴离开，一旦通关失败，我们就会陨落。这时，一道神秘的声音响起，第一关消灭1000只巨兽。话音刚落，空间内1000只巨兽凭空出现，接着战斗开始。我目前单挑一只60级的巨兽完全不是问题，但面对如此数人，压力最大的还是莫诗婷和叶灵。我心里很不爽，自己堂堂一个大男人，居然要2位女生来分担如此大的压力。我距离5星机甲师只差3000多的灵能值，我一边战斗一边向系统提问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提升？系统声音响起，检测到你有1枚机甲之心，可以转化成灵能值。我毫不犹豫，直接转化，机甲之心转化成功，获得5万灵能值。恭喜宿主成为5星机甲师！我心中激动道，没想到这机甲之心如此给力，早知道一开始就用了它了。接着，我不断发动天道锁链进行控制，同时叶灵操控机甲飞到空中，随着他机甲技能的施展，2道恐怖的龙卷爆发出来，那些巨兽们被龙卷吸入进去，迅速被一道道锋利的锋刃给绞成渣土。莫诗婷自然也是不甘落后，机甲冰之领域施展出来，将领域内的巨兽纷纷变成了冰雕。随着莫诗婷再次攻击，巨大的威能让这些冰雕变成了碎块。随着我的机甲等级不断提高，2位女生的压力也逐渐减小。通过不断的努力，1000只巨兽终于全部解决。接着，神秘声音响起，恭喜你们通关第1个关卡，获得奖励机甲圣石1枚。机甲圣石能够提升机甲属性，大多数机甲师探索秘境都是为了这机甲圣石而来，但最后成功得到的也就那么几个人。叶灵看着手中的圣石，无比激动，居然1人1枚，我们的运气也太好了。接着，2位女生直接使用，因为后面关卡会更难，实力能提升一点算一点。我已经是神级机甲了，各项属性也无需提升，所以直接转化为灵能。转化后灵能值达到12万，离6星还差8万。此时，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开始第2关，击杀2000只巨兽。随着巨兽的出现，战斗再次打响，一道道剧烈的爆炸声响起，巨兽数量不断减少。很快，我的机甲等级达到50级，盘古机甲也觉醒了一个技能，我直接施展神阶技能耀日雷鸣发动，只见一道恐怖的紫色雷霆落下，几只60级的巨兽直接被秒杀。看到这一幕，叶灵惊叹不已，班长，你这机甲技能也太强了吧！莫诗婷虽然没有说话，但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。随着我的机甲等级达到50，对付这些60级的巨兽变得更加轻松了起来。没过多久，2000只巨兽便被全部击杀。第2关的奖励也是1枚机甲圣石，2位女生也是直接使用，我则是直接转化。神秘声音响起，开始最终关卡，若是失败，你们将会死亡。接着，整个地面开始抖动，一道特殊光芒出现，几秒钟后，一个无比庞大的身躯出现在3人面前。超级 BOSS 泰坦巨兽。随着泰坦巨兽的一声咆哮，战斗一触即发，莫诗婷直接火力全开，一眨眼间，整个空间都变成了冰之世界。我也直接冲了上去，天道锁链技能发动，一道道锁链迅速将泰坦巨兽缠绕。接着又是一个天地斩，叶灵操控机甲飞到空中，手持一门机甲大炮，直接轰向泰坦巨兽的头部。一番猛烈的攻击却没有给泰坦巨兽造成太大的伤害。不过好在我的技能没有冷却值，一旦天道锁链坚持不住，我就会立马再次施展出来。再加上莫诗婷的技能冰冻，硬是将泰坦巨兽死死控住，而叶灵就只管输出。泰坦巨兽十分憋屈，面对如此老六的行为，只能不断地发出怒吼。磨了大约10分钟，终于将泰坦巨兽成功击杀。接着，神秘声音再次响起，不愧是神级机甲，我很期待你以后的表现。我大喊了一声，话说没有通关奖励吗？活着不就是最好的奖励吗？随着一阵光芒闪过，我们便被传送到了外面。接着，2张无比震惊的脸朝我贴了过来。班长，你居然是神级机甲！我看着他们2位，轻声的说道：“我并非是有意要隐瞒，只是这神级机甲一旦暴露，全世界都会知道。到时候若是被别有用心之人盯上，我会很危险。所以麻烦2位继续替我保密。”叶灵点点头，保证道：“放心吧，班长，我肯定保密。”莫诗婷也应道：“我也会守口如瓶。”说完，我们拿出卷轴，直接传送离开。刚离开秘境，我们就收到来自学校的信息，说我们3人的浮空岛已经建设完毕，随时可以入住。叶灵开口说道：“我决定了，以后我们就住班长那儿，反正浮空岛房间多。”莫诗婷点了点头，表示赞同。我没办法，只能同意，因为之前在小秘境答应过要帮助他们修炼，不过我还是嘱咐了一句，一起住可以，但你们不能乱来。说完，我带着2人来到自己的浮空岛，2位女生开始挑选房间，而我则坐在沙发上感叹：几个月前，我还是一个觉醒不了机甲的废物，而现在却成为了昆仑机甲大学种子班的学生，享用着各种优越的待遇。接下来还能和2位校花级女生同居。就在我幻想未来美好生活时，门铃声响了起来。我起身打开门，发现一位绝色美女站在门外。赵玉学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赵玉直接朝我靠了过来。怎么不欢迎吗？我连忙说道：欢迎，当然欢迎了。进入别墅客厅后，赵玉打量了一番，不错，这装饰的风格我很满意。我心里总感觉赵玉肯定不是来看我的新住处，于是我好奇地问道：学姐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赵玉灿烂一笑：从现在开始我就住在这里了。嚯，被我猜中了。这时莫诗婷和叶灵走了下来，赵玉
玉看着两位女生，有些生气的说道：“好啊，这才多久的时间，你居然找到新欢了？还是两位？”我连忙解释道：“学姐，你误会了，我们只是同学。”两位女生也连忙点头。赵玉一脸鄙夷的说道：“我都无所谓了，反正这个世界一夫多妻很正常，像林弟弟这样优秀的男人，我一个人肯定是罩不住的。”听完，莫诗婷和叶玲点了点头，有道理。我心中惊呼：有个鬼道理啊！就这样，赵玉也搬到了这里住下。一时间和3位校花美女住在一起，我感觉压力很大。才一会的功夫，赵玉就和2位女生打成一片，也从他们口中得知，在我身边修炼，灵能值能快速提升。接着，赵玉直接朝我走了过来，一下子坐在了我的腿上，双手挽着我的脖子。这番操作直接给我干懵了。短短10几秒的时间，赵玉的灵能值就增加了1。验证完毕，赵玉笑嘻嘻的站起身，饶有深意的看着我。我没理会，直接弓着腰冲回了自己房间。晚上，我坐在沙发上刷着手机，3位女生则在一旁修炼。网上一则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：樱花国被巨兽占领，无人存活下来，直接导致灭国。我心中连连叫好，直接打开手机播放器，放了一首《好运来》。对于龙国来说，这绝对是件好事情。樱花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邪恶机甲师，经常跑到龙国使坏，现在受到如此报应，简直是活该。不过，从另一方面来说，也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。由于龙国和樱花国距离较近，目前国家已经进入全城戒备的状态，因为指不定哪天樱花国的巨兽就会冲进龙国的地盘，看来得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和3位女生来到食堂，在我们准备点菜的时候，一位年轻男子将我拦住，一脸漠然地看着我。我有些疑惑，请问有什么事情吗？年轻男子直接说道：“我叫程一飞，种子酒办，你敢不敢和我切磋一下？”我笑了笑，没想到居然会有人找自己切磋，而且还是高年级的人。我直接拒绝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不接受，切磋什么的太无聊了。”见状，程一飞直接挑衅了起来：“你是不敢吗？”随即又拿出一块机甲圣石，赢了我，这就是你的。好家伙，我承认我心动了。若是有了这枚机甲圣石，我距离6星机甲师就不远了。我开口道：“我可以答应，不过得有一位见证者，万一你输了耍赖怎么办？”一旁的赵玉站了出来：“我来当见证者吧。”程一飞说道：“若是有赵玉学姐当这个见证者，我放心。”接着又看向我：“10分钟后比斗场见。”说完便转身离开。吃饭的时候，赵玉告诉了我程一飞的信息：程一飞60级地级机甲，是赵玉一个追求者的小弟，这次来找我切磋，估计就是那位追求者的指示。吃饱喝足后，我来到比斗场，赵玉作为见证者，开口说道：“切磋点到为止，不能伤其性命。”随即又看向程一飞：“另外，你得先将机甲圣石放在我这里保管。”程一飞点了点头：“没问题。”说着便把机甲圣石递给赵玉。赵玉接过圣石，感觉有些不对劲，接着迅速施展神眼。一时间，赵玉双眼闪过一丝杀意来，语气冰冷地说道：“可以开始了。”说完便召唤出机甲，然后往后撤退了一定的距离，万一发生什么情况，他也好第一时间阻止。随即，我和程一飞同时召唤出机甲，战斗一触即发。程一飞率先冲出，他的机甲速度相当之快，鬼魅般的来到了我的身后，接着一拳轰出。就在程一飞以为结束时，下一瞬间，我直接消失在原地。程一飞震惊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速度之快，他完全捕捉不到。程一飞顿时感受到一股压迫感，似乎自己在这一次切磋之中会输。我站在100米之外，缓缓说道：“60级机甲也不过如此。”听到我的嘲笑声，程一飞整个人都暴怒了起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见识我真正的实力。下一秒，他的机甲全方面属性开始疯狂的增长，机甲通体都爆发出血红色的能量。顷刻之间，程一飞操控机甲瞬间爆发冲出，强大的气息仿佛势不可挡。见状，我手持开天斧抵挡起来，程一飞的所有攻击都被我一一挡下。程一飞有些咬牙切齿，怎么可能？再次疯狂攻击了起来，机甲技能更是全部施展出来。说好的切磋，但在他人眼中已经变成了一场殊死搏斗。赵玉本想阻止，不过看着我轻松应对，他也是没有急着出手。此时的程一飞越来越慌张，自己火力全开，却伤不到对方分毫。我缓缓开口：“你要不还是认输吧。”程一飞冷哼道：“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”我叹了口气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下一秒，我直接消失在原地，接着出现在空中，盘古机甲手持开天斧，直接朝着程一飞的机甲斩了下去。随着一声巨响过后，程一飞的机甲便开始消散。看着瘫坐在地上的程一飞，我不再理会，直接来到赵玉身边。赵玉一脸严肃：“先离开这里，我有事跟你说。”赵玉带着我回到了浮空岛，接着他将程一飞的那块机甲圣石拿了出来，我正要伸手去拿，赵玉连忙提醒道：“不要碰！”怎么了学姐？难道这机甲圣石有什么问题？赵玉解释道：“这机甲圣石上面有剧烈的慢性毒药，一旦碰到，毒素就会入体。”我震惊了，连忙担心道：“那学姐你没事吧？”赵玉微笑点点头：“放心吧，你学姐我可是有百毒不侵之体。”我松了一口气，接着又问道：“这机甲圣石为什么会有毒？难道是程一飞？”赵玉摇了摇头：“若是他下的毒，那么他不可能自己用双手接触，应该是他背后那个人，也就是我的追求者钟馗。”我眼神顿时浮现出了一股杀意，如此心狠手辣之人，居然连自己手下都不放过，以后若是有机会的话，必定会让钟馗付出代价。看着眼前的机甲圣石，我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想法，接着我拿出一块布：“学姐，你将这机甲圣石给我吧，我有办法可以清除上面的剧毒。”赵玉有些不确定地问道：“当真？”我点点头，保证道：“我很确定。”见状，赵玉便将机甲圣石用布包好，然后递给我。我拿着包好的机甲圣石，进入
入到了屋子里面，用系统直接进行转化。这下距离6星机甲师就只差2000灵能了。我一脸微笑的走出房间，赵玉看到这一幕后笑道：“看来林弟弟是成功了。”转眼间10天时间过去，一大早我就收到了系统的提示，恭喜宿主灵能值达到20万，成为了6星机甲师。我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提升机甲等级了。我连忙找到了赵玉学姐，我现在已经是6星机甲师了，什么地方可以更加快速的提升等级？赵玉有些惊讶，完全没有想到我的修炼速度居然如此之快，随即缓缓说道：“地方倒是有，不过这副本不是1-2天就能通过的，学校马上就要组织秘境历练了，先将这件事完成了吧，到时候我再陪你去那副本练级。”听到这里，我点了点头，行，没问题，我听学姐的。次日，学校发来消息，秘境历练正式开始。根据学校规章制度，除了老师带队之外，种子班的每个人也要带领新生进行历练。此刻，全校新生集结在学院广场，随着我的出现，整个广场都热闹了起来。好家伙，没想到自己人气还挺高。接着，一位美女老师走了过来，将6张秘境卷轴交给我，随即说道：“考虑到你也是新生，所以这次你带5个人就行。”我接过卷轴，又询问道：“可以选人吗？”“当然，你要是有人选的话，也可以自己选择。”我微笑道：“知道了，那我现在就去挑选。”之前收到死党陈飞宇的消息，他觉醒了王级机甲，成功进入昆仑机甲大学，所以这次历练我肯定优先选他。不一会儿，陈飞宇从人群中挤了出来。许久不见，陈飞宇显然变得成熟了许多，身体也变得强壮了不少。我拍了拍陈飞宇的肩膀，挺不错嘛，等级多少了？陈飞宇摇了摇头，也就那样。昨晚才突破3星机甲师，目前机甲还在20级。说完又看向他身后的3人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3位是我室友。我点了点头，正好这一次我带5个人，你们一起吧。听到这里，3人非常激动，连忙道谢。接着我放眼望去，想随便再找个人时，一道悦耳的声音响起，一位女生走了过来，那个我能加入吗？陈飞宇迅速介绍道：“林墨，这位是我们班的班长刘青青，她可是我们班最厉害的，已经是4星机甲师，机甲等级在30级。”看到陈飞宇一脸诸葛样，我也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为了好兄弟的幸福，我同意了下来。那你就跟我一队吧。接着我拿出6张秘境卷轴，随着光芒闪过，我们直接来到秘境当中，一道道恐怖的嘶吼声响起，周围就出现了好几头巨兽。我连忙开口，各自召唤机甲战斗。陈飞宇等人也不含糊，纷纷召唤出机甲，和那些巨兽们战斗了起来。我则是在原地看着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现在已经是正式开始秘境历练了。几人都是王级机甲，刘青青在他们之间是最厉害的，一人便可以单挑那30级巨兽。只见他手持武器，发动机甲技能，直接带走一头巨兽。紧接着，刘青青迅速支援其他人，倒是没用几分钟的时间，便将那几头巨兽全部击杀。我非常严肃地说道：“你们刚才的战斗，也就刘青青还算是合格。”接着又将几人存在的问题一一说出。一时间，我感觉自己倒像是一位非常严厉的老师。之后我们继续前进，他们走在前面，我操控盘古机甲跟随在后，这样我也能更好地掌控全局。没过多久，便再次遇到了12至30级巨兽，我直接发动天道锁链，眼前的巨兽直接被捆住。我看向几人，接下来开始1对1实战。陈飞宇，你先来吧。说完，我解放了一只巨兽，没有了束缚，那巨兽直接朝着陈飞宇奔去。见状，陈飞宇操控机甲，手持机甲盾牌抵挡，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，那巨兽直接冲撞到了那机甲盾牌上，巨大的冲击力让陈飞宇猛然退了数百米的距离。接着，陈飞宇抽出背后的机甲大剑，直接冲了上去。随着机甲技能的发动，那柄机甲大剑散发出光芒，朝着那巨兽斩了下去。虽然没有击杀，但也留下了一个豁大的伤口。那巨兽发出了愤怒的嘶吼，双眼也变得通红。紧接着，巨兽身体爆发出一股血色能量，身躯瞬间庞大了1倍。我脸色一变，居然是狂暴！狂暴后的30级巨兽，陈飞宇完全不是对手。下一秒，我操控盘古机甲，一个天地斩将巨兽击杀。看到这一幕，陈飞宇等人连忙询问刚才是什么情况。我开口解释：狂暴，巨兽们在感受到死亡的时候，就会激发体内的某种能量，从而爆发出强大的力量来。按理说，能施展出狂暴的巨兽，一般都是50级以上的巨兽，没想到现在30级的巨兽都能施展出狂暴来，看来这应该跟副本和秘境的变异有关。好了，继续开始实战。整个过程一共12只巨兽，其中有5只巨兽在最后进入到了狂暴的状态，也正好说明了现在无论是秘境还是副本，难度都比之前提升了许多。稍作休整之后，我带着几人继续前进。经过前面的实战，后面一路上遇到的巨兽都被他们直接轻松解决，我基本不用出手。就算遇到了狂暴的巨兽，陈飞宇他们联手，问题也不是很大。就这样，我们在这秘境里待了10天。这10天里面，几人不断和巨兽厮杀，现在的他们已经成为了合格的战士。就算是没有我，他们5人在这秘境之中，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危险。我对着几人说道：“通过这10天来，你们的进步都非常大，这次秘境历练也算是结束了。”陈宇飞等人有些不舍，都想要继续历练下去。我微笑道：“你们倒是可以继续探索，不过得注意安全。”说完，我便拿出卷轴准备离开。突然，一道求救声传来：“救命！”